确诊胃癌的那天，女友在我身旁哭红了眼，伸手安慰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了她手机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头像。原来她的白月光要订婚了，她哭得出神，没有看见我缩回去的手。3年了，她的伤心从来不是为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医院的走廊里，苏雅坐在椅子上，哭得走神，没看见我走到了她的身边。她眼底红了一片，泪珠点点滴滴滑落脸颊，看上去可怜极了。看到我的瞬间，她将手机藏在身后，扯了个假笑。玉峰，我想起来公司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你待会自己先回去吧。拿着诊断书的手僵住了，我艰难开口，你就不问问我结果怎么样呢？1个小时前，我腹痛难忍后突然口吐鲜血，强忍着剧痛让苏雅开车送我去医院。当时的她盯着手机，心神不安的样子。送我去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。你能有什么事？现在又不吐血了。她转身就想走，我连忙拽住她的手。你还会回来吗？我想问却不敢问。刚刚她的哭泣，她手机上的消息，都在预兆着她可能要离开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苏雅熟练地点开那个账号，在看到首页的官宣消息后就僵住了。她大约是要挽留吧。苏雅不耐烦了，烦躁爬上了她的脸。行了，江玉峰，你交不矫情啊？屁事没有，在这装什么呀？我都说了我公司有事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渐渐松了手，看他迅速跑走，连发型乱了都来不及整理。医生在这时把我喊了回去，你这个病已经是晚期了，没办法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吧。自己想做的事是什么？是和苏雅永远在一起，是和她结婚生子，是我们永远相爱。可我还能做到吗？路上是彻骨的冷，我一步一步走回了家。打开手机，苏雅没有打来一通电话慰问，反倒是分享了一首歌到朋友圈追爱，并配文：我还有没有资格再靠近你一点点？而他的白月光丁泽辉在下面评论：有。手机突然弹出很多消息，是我们之间的共友询问我是什么情况。输入框的字写了又删，最后化作了简单一句：可能是她要有新男朋友了吧。好友不嫌事大截图发了朋友圈，下一秒苏雅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你在胡说什么东西？我和泽辉之间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江玉峰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喉咙里像被堵住了般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最终只能苦笑一声。小雅，你能回来陪我吗？我好痛，痛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苏雅嗤笑一声，指责劈头盖脸砸向我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装了，不恶心啊？早上装吐血，现在装生病，有意思吗你？泽辉要结婚了，我去见他怀念一下我的青春，怎么了？你现在说话可真够难听的呀，江玉峰。喉咙里有股血腥味往上涌，下一秒我没忍住又吐了口鲜血，好没意思啊！原来我3年的陪伴和付出比不上一点那个男人。事实上，我的病早有预兆，是时不时的疼痛和作呕都让我害怕，可我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下个月是苏雅的生日，我想在那天求婚。到头来我没忍住，她也离开了。强忍着疼痛，我想告诉她真相。小雅，其实雅雅，你在和谁说话？都这么久了。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个低沉的男声，打断了我要说的话。是丁泽辉。苏雅似是捂住了话筒，声音暧昧不清。没水，一个神经病。你感冒才好，赶紧回床上躺着。酸涩挤得我发不出声音，然后等来了他匆匆的回应：别来烦我，我这几天都不回去。挂断的忙音堵住了我想说的话。
等我试图回拨过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关机了。沉默良久，我笑了，那笑却比哭还难看。原来先动心的人一定会输。3天后的早上，家门被人打开，苏雅踮起脚静悄悄进了门，然后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我后，被吓了一跳后娇嗔：“你怎么在这呀？都不出个声。”我想说话，喉咙像被刀割般疼痛难忍。真是的，苏雅看到地上干涸的血迹后顿住了，她扑向我，眼神中带着担忧：“玉峰，你还好吗？怎么又吐血了？”她的手放在我滚烫的额头上，随后惊呼出声：“你发烧了？怪不得，不然我怎么连骨髓都在痛？”苏雅赶忙放下包后，忙前忙后，她去厨房给我煮粥，还把我扶起来喂我吃了药。那副样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一碗粥下肚，我终于有力气说话：“你这2天去干嘛了？”他笑嘻嘻道：“泽辉生病，我去照顾，顺便聊了很多以前的往事，感慨一下青春罢了。现在我已经放下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”原来他也知道我会生气，他声音软了下来，像平时那样温柔。“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才会那样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他眨巴着眼睛看向我，眼里满含期待，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心软。但这次我真的累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我侧过身子，不再看他，他也丝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还是说个不停：“怎么我不在家几天你就发烧了？真是离不开我呀。不过我也离不开你。”他附身在我额间落下一吻，笑得像我们刚在一起时般，温热的毛巾盖在头上，连带着身心都跟着放松。恍惚间，我甚至在怀疑，之前的事是我在做梦吧？苏雅还是选择了我。你看，上天还是眷念我的。我去给你拿个毛毯盖着，你要不要去床上睡？他起身想扶起我，手机在这时候响了。突然内心有个强烈的声音驱使着我呼喊：“不要接！”可声音太小，他还是接了，并且点了外放。丁泽辉有些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雅雅，我发生了点事，你能来陪我吗？”他的身影顿时僵住了，然后拿着包对着电话那头喊道：“你等我，我马上去。”然后他放下扶我的手，连余光都没扫一眼给我。屋子里再度恢复安静，像他没回来过一样。头疼再次袭来，我强撑住睡意，等到了半夜，等来了丁泽辉的电话。雅雅喝醉了，在我这睡着，他让我和你说一声。心脏差点骤停，我撑着嘶哑的声音询问：“你们怎么会去喝酒呢？”对方笑了下：“我被退婚了，雅雅来安慰我罢了。”你别误会。怎么会误会呢？现在的我又有什么资格误会？我匆忙挂断电话。丁泽辉又发了个视频过来，是苏雅睡觉的样子。她躺在沙发上，喝得脸颊通红，抱着丁泽辉的一只手不放，嘴里还不停喃喃：“没关系的，泽辉，那个女人不要你，我要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”而后是丁泽辉亲昵地拧了下他的鼻头：“好呢，都听你的。”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苏雅，我始终不是你的第一选择。发烧好了后，我看着诊断书，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个堂姐是医学生，便把检查结果给她看了下。没想到她直接上门来看我了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和家里说呀？堂姐止不住的唉声叹气，还试图安慰我。我扯了个笑，说了也没用啊。说完抬头看着她：“你说我还有机会活下去吗？”堂姐的脸很凝重，沉默半天，还是回答了我：“这段时间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这就是没有了。”心口像压了块石头那样，压得我喘不上气。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呀，怎么能一点时间都不给我？3年前和苏雅在一起时，我得到了个去国外参加航空科研会的机会，
从小我便对航空航天感兴趣，大学专业也是和这个有关系。好不容易得到了机会，我当然开心的不行。可苏雅却不高兴了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在国外爱上了别人怎么办？我只当他是玩笑话，笑着解释不会的，也答应了他每天都会报备。可他生了好大的气，甚至以分手为要挟。不行，你要是走我就再也不见你了。我哄了好久，他都不松口。最终我只能放弃这个机会。周围的亲友也有些不解，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苏雅为什么不支持你呀？我不理解。当时的我沉默了很久，什么话都解释不出来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猜不透苏雅的心，猜不透她到底爱没爱过我。手机里弹出来一条消息，是苏雅的：你的病好点了没？我走得太匆忙了，忘记和你解释，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回家。我瞥了眼，没有回他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打开手机，翻到了社交软件，打开了苏雅的账号。她置顶的3年前我们官宣的文案被删除了。那一刻，说不清心底到底是什么滋味，只感觉全身寒冷彻骨，冷，真冷啊！心底的石头也彻底放下。我不由得苦笑出声。堂姐把我扶到沙发上，沉默了片刻，还是开口：这病你和小雅说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没必要，就算知道了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毕竟在苏雅心中，我是怎么也比不上丁泽辉的。当年若不是丁泽辉听从家里意愿出国留学，我又怎么有机会接近他？如今他回来，是不是预示着我该放手了？门在这时突然响了，一抬眼看到的就是苏雅双手抱臂站在门口。我说怎么不回我消息？原来是找到人陪你了呀。堂姐是第一次见苏雅，拧着眉头试图解释。我摇了摇头，走向她。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只要她有一丝丝关心我的话，我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就会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每一天都陪伴在她的身边，毫无怨言。她冷冰冰瞧着我，嘴角挂着讥讽的笑。我要是不来，都不知道你和别人鬼混呢。江玉峰，你真是有本事啊！还是你想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？全身的力量在此刻都消失了，腿一软，我差点没站住。原来他是这样想的，可明明先抛下确诊的我的人是他，在我发烧时离开和白月光喝酒到深夜的也是他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笑了，第一次没理他，率先回了家。等苏雅到家时，看到的就是我正在收拾行李的样子。他黑着脸狠狠踢了一脚我摆在地上的行李箱，轮子被踹掉了。你又在装什么呀，江玉峰？无不无聊搞这套。我看着行李箱，什么话都不想说。那个行李箱是我生日时他送给我的，记得那是他攒了3个月工资买的大牌。当时他还和我畅想着未来，我们一起用这个行李箱周游世界好不好？可现在他只是死死瞪着我，就算你搞这出，我也不会挽留你的。你走吧。我默默听着，很奇怪的是心竟然不怎么疼了。等收拾好时，我拉着行李箱走进倚在墙上的他，和他告别。苏雅，我们分手吧。我搬到了家里，爸妈都有些诧异，和苏雅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们都快结婚了，怎么还搬回家住？我挤出个笑容，只能解释一句：我们吵架了。二老没再多说什么。我躺在床上，想到了说分手的那个晚上。苏雅瞪大了双眼，声音都跟着尖利起来。你说什么？江玉峰，你是疯了吗？说完，他顿了下，狠狠冷笑。是为了刚才那个女的吗？好啊，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就滚啊！他狠狠摔了门，把我隔绝在外。整整1个星期，我们没有再联系。苏雅这个人仿佛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得病的事没敢告诉爸妈，
我怕他们伤心，只有堂姐会时不时来看我。得知我分手了，会沉默了好一会。没事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怎么会好起来呢？连我自己都骗不过自己。手机拽在手机很久，我还是忍不住打开手机，搜索了苏雅的社交账号，却发现首页空白一片。她把我拉黑了，嘴角缀着的笑意再也撑不住了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苍白的天花板。夜很漫长，我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打开手机，发现静音状态下竟然收到了10几通电话，是苏雅打过来的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回拨回去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？负心汉。苏雅的声音含糊不清，带着一丝丝哭腔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小雅，我们已经分手了呀。我没同意，就不算分手。电话那头，她不断哭喊着，声音穿透进我的心，有些疲惫不堪。我们之间总是这样不对等。和他在一起的这几年，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，关系是冷是热，全凭他的心情。我就像个风筝，风筝线那头被他紧紧牵着，他随意又任性，操纵着我的心情。我爱他，爱得卑微，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接受。可现在我不想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让我像个傻子。苏雅在那头喊得崩溃。我只是平淡道：早点回家吧，喝多了对胃不好。这句话让他嚎啕大哭，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酸涩。那你来接我好不好？心在这刻柔软了下。我开始犹豫要不要去。突然电话被人抢走了，随后是一道温润的男声：雅雅喝醉了，我会带她回家的，你别担心。然后他轻声哄道：回去吧，雅雅，这里太冷了。苏雅沉寂了片刻，乖乖回应：好。心又重重落下。这次我什么都没说，率先挂断了电话。苏雅很喜欢喝酒，我说不过她，只能每次都陪着去，在适时提醒她别喝多，但每次她都会不耐烦，甚至骂我：能不能别烦我？大男人这么啰嗦像什么样子？我不过就是多喝了几杯，死不了人，少说点废话会死吗？而像刚刚那样乖乖听话的样子是第一次，我果真是贱啊！是啊，我早该明白的。在他抛下我去找丁泽辉时，在他面对选择永远第一时间投向丁泽辉时，我就该明白了。我只是他可有可无的备选，负责承担他一切的坏心情。第二天，手机上多了条信息：玉峰，你能不能回来陪我？若是从前，我想必开心坏了，立马跑到他身边。但现在我很平静。也许我们没有缘分，是时候放下了。那条短信是半夜3点出现的，苏雅是早上8点出现在我家门口的。儿子，苏雅在客厅呢，你老是不出去也不太好啊。妈妈进来喊我，脸上有些为难。躺在床上的我翻了个身后，还是起来了。我知道了。看见我的瞬间，苏雅露出了欣喜的表情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爸妈不知什么时候出门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胃隐隐作痛。苏雅，你这样又是何必？她愣住了，随后带着一丝哭腔：你还在怪我对不对？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个人是你堂姐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不想和你分手。他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让我十分头疼。你今天来是干什么？苏雅眼眶都红了起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不记得了呀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呀。上个月的我还在想着生日该怎么求婚后，现在的我心底却掀起不了任何波澜。从我得知胃癌的那一刻，什么都变了。你会陪我过生日的，对不对？他带着忐忑看向我，又忍不住撒娇：每年我生日你都会陪我的。我愣了下，点头：可以。过生日的人最大，我何必破坏这一点呢？
他立马换了笑脸，牵着我走到门口，还给我开了车门。等车开了半个小时后，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，刚想打开门，有人从里面把门打开了。丁泽辉看见我们时，嘴角露出意味不明的笑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江玉峰，好久不见啊！他看向我的瞬间，我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。苏雅挽着我的手进了包厢，还拍了下他的肩膀。你怎么来得这么早？你的生日，我肯定是要第一个来的。玉峰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木然点了下头，当然不会，我相信你们。两人不约而同看了我一眼，但我什么也不想说了，径直坐在了椅子上。服务员很快上了菜，中间还摆了个大蛋糕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下意识想动筷子，突然想起了什么后，看向苏雅，她和丁泽辉一边在聊着什么，一边夹了一筷子辣子鸡到他的碗里。感受到我的视线后，他有些疑惑，怎么了，玉峰？我缓缓摇了下头，没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们吃得开心。苏雅和我在外面吃饭时，总会先给饭菜拍照，即使有时我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她还是乐此不疲着相片的构图，忍着一会就受不了了。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有没有点教养啊，江玉峰？让我好好拍个照有这么难吗？他总是这样。渐渐的，我养成了等他拍完再动筷子的习惯。但现在，他为了丁泽辉改变了。怎么不吃饭啊？见我没动静，苏雅主动给我夹菜。我看了下，碗里是辛辣的毛血旺。顿了下，我把碗往前推了下。我吃不了辣。苏雅愣住了。对不起，玉峰，我突然忘记了。丁泽辉也在一旁解释。抱歉呢，我和雅雅的口味比较相似，没想到你也会来。点菜的时候没注意。他喊来服务员后看着我，要不给你加点别的菜？苏雅也满是歉意看着我，我马上让人给你加你喜欢的菜好不好？胃里堵得很厉害，我突然什么胃口也没有了。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人让我很难受。我站起身，看向他们，你们吃吧，算了，何必纠缠？明明爱和不爱都那么明显了，我还傻傻的分不清楚。那晚的分手带着几分冲动，但现在的种种都在预兆着我该彻底死心了。走出门还没几步，苏雅从后面跑了过来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今天可是我的生日，别让我难堪。她气喘吁吁，带着嗔怪。泽辉刚才已经走了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吧？切蛋糕，你总该陪着我吧？脑海里混乱得很，心跳声混着他的话语，缠得我越发呼吸不过来。等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又被他拉回了包厢。桌子上的菜已经被换成了清淡的菜，硕大的蛋糕上插着蜡烛。我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耐着性子看他切蛋糕。正在这时，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亮了一下。苏雅瞥了一眼后，继续手里的动作，可蛋糕像怎么也切不完一样。他的手抬起后又放下，他还是拿起了手机。几秒后，他僵住了身子，拔腿就想走。反应过来还有我在时，面带歉意，玉峰，泽辉刚刚说他被车碰了一下，他在这没什么朋友，我能想去看看。我低头看着自己那双被踩脏了的鞋，没什么反应。去吧，反正我都习惯了。一次又一次被抛下，他似是犹豫，最终还是走了。空荡荡的包厢里只有我一人，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我夹起筷子，尝了一口蛋糕上的奶油，真苦啊！我掏出手机，将苏雅全部的方式拉黑后，离开了包厢。再见了，我的青春，祝我们下辈子也不会遇见。兜兜转转走回家，已经是半夜，困意袭来，我趴在床上睡了很久。很奇怪，已经很久没睡得这么好了。查看了下存折里的余额，我拜托堂姐给我打掩护，让她帮我找了个借口，
在外面租了个房子。死亡是很痛苦的，我不想让父母陪着我一起痛苦，至少剩下的时间我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。但老天仿佛跟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不好意思，江先生，之前的诊断结果是误诊，您并没有得癌症。医生眼里满是愧疚，和我说上次是因为拿错了诊断影像片才会导致这样。您只是有些轻微的胃炎，胃疼是正常的现象，平时注意饮食就可以了。他不停地在说，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。我没病，我不用死了。嘴角的笑再也忍不住，我握住医生的手，止不住的道谢。谢谢医生，谢谢老天爷，我终于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等从医院回来，我马不停蹄联系了大学时的导师。老师，您现在的航天小组还缺人吗？对方直接打了个电话过来。你小子还记得有我这么个老师啊？我嘿嘿笑了下，笑着笑着眼泪就快出来了。老师，当年拒绝那次机会是我不对，这次如果有空位的话，我还是想跟在你身边学习学习。对方哼了一声，你说有空位就有空位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求。他开始笑了，骗你的，你这样的人才，我肯定一直会为你留着位置的。还好，我还有机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忙着准备资料，准备和其他组员见面的事，基本上每天沾床就睡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很久没想起苏雅了，这在从前是从没有过的事。她喜欢和朋友出去玩到深夜再回家，我就经常发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家。每次他会不耐烦，我是个人，不是被你豢养的宠物，能不能给我点空间啊？后来我不发短信，改成去小区门口接他，但他还是不满意。你没事干吗，江玉峰？你是怕我和别人鬼混去查岗吗？真是有病！即使骂我也忍了，因为那时的我关心他，但现在没了他，好像也不会怎么样。手不知不觉打开了社交软件，意外发现访客记录那里多了个小红点。我点开，发现是苏雅，手指停留在她的头像那里，只要再一步，就能看到她最新的动态了。几秒后，我放下了手机，没必要。以前在一起时，我会反复打开他的账号，看他那天曾经的官宣文案，会看看那个曾经真诚爱过对方的自己。现在是真的释怀了。为了跟上科研进度，这几天都住在了实验室。等我想起来时，发现母亲节快到了，于是我还是停下工作，买了一束花往家走。一路上我都哼着歌，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等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看到了和熟悉的身影，玉峰。对方疾步向我走过来，眼底是满满的小心翼翼。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了你。我不咸不淡，越过了他。有什么事吗？苏雅。他愣住了，还是解释了下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对不对？当时我不应该把你抛下去找泽辉，可他现在只有我了呀。你放心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他一遍又一遍地我解释，生怕我生气，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胳膊。你陪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抬头笑着看向他，慢慢地推开了他的手。我没生气，你不用解释，因为没有期待，所以没有必要。被推开的他露出难以相信的样子。玉峰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淡淡看着他。小雅，你怎么这样不讲理呢？我只是用你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你罢了，哪里过分？苏雅彻底愣在原地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若是从前，我早就心疼地上去安慰，再哄着他笑了，才彻底放心。但现在看到眼泪的瞬间，心底不知不觉涌上疲惫。你回去吧，我还要给我妈过节。说完，我没再理他，回到了家里。正好今年是妈妈本命年，家里邀请了些亲朋好友一同庆祝。大伙见我时，
招呼着我赶紧落座。堂姐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小子有福气啊！”亲戚都有些不解，只有我俩相视一笑。落座还没吃几口，门被大力拍响。江玉峰，开门啊！求求你开门好不好？在亲戚怪异的目光中，我还是去开了门。衣着单薄的苏雅哭得眼睛都肿了起来。玉峰，我们聊聊好不好？说完，她扑进了我的怀里。我好想你啊！这样直接热烈的表达方式，若是从前，我早就高兴坏了。但现在，我只感觉到累。明明已经说过分手了，明明他只是把我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为什么还要这样纠缠不清呢？妈妈打破僵局，喊他落座，一起吃饭吧。这场饭我吃得异常艰难，连是什么滋味都没品出来。苏雅吃一口，看一眼我，在场所有人都看出不对劲了。这是小江女朋友吧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有亲戚打趣。苏雅羞涩地低下了头，还没想好，我们不会结婚的。我们同时开口。苏雅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玉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之前的分手我说了不同意，就是没分手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感慨对不起妈妈，今天这样一个大好日子被我毁了。正在这时，堂姐站起来了，她是知道一切内情的人。行了，苏小姐别装了，你根本不喜欢我弟，只是享受他给你带来的好处吧。苏雅下意识想反驳，堂姐再次开口。你和你那个白月光纠缠不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弟经历了什么？他被确诊自己得了胃癌，他要死了，而你在和别的男人快活。全家人包括苏雅的脸色齐刷刷变白了。幸好堂姐及时解释了，幸好是误诊。可那天在医院，你有关心过我弟一句吗？没有吧？苏小姐，若是不明白自己心底爱的到底是谁，就别赖在我弟身边不走。苏雅的面色在灯光下一点点变得惨白，到满头大汗。她朝我张开嘴，最后艰难吐出几个字：对不起。我很快回应，没关系，这次是真的没关系了。苏雅没再出现在我家门口了，误诊的事还是被说了出来。爸妈都好一阵的担心，妈妈又骂又哭，还拉着我去体检，生怕我又有什么毛病。我好一番解释，才没让他们担心。随后我又告诉了他们个消息，导师最近给了我个内推机会，过几天我就要去国外研学几年回国，我就有机会真的成为宇航员。昨晚导师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，还问了句：这次你会同意吧？我哭笑不得，连忙点头同意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不能再错过第二次了。爸妈听完也是替我好一阵开心，但又有些担忧。那苏雅呢？上次闹得那么难看，他们也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。我会和他好好说的，有些话不说开的话，他不会死心的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想起有些证件还放在了苏雅的家里，思忖了下，还是准备回去拿一趟。打开门，看到我的瞬间，苏雅呆住了。玉峰，你终于肯回来了。她扑过来，紧紧抱住我，像从前那样把头埋在我的怀里。顿了下，我用手轻轻触摸了下她的头。是啊，也该好好告个别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这些天我一直想去找你，但是怕你不见我，你拉黑了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啊。说着说着，她又哭了起来，泪水浸湿了我的衣服。我浅浅笑了下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最近很忙，她露出苦涩的笑。你怎么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了呢？现在怎么办？我好像把你弄丢了。有什么用呢？现在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况且雅雅饭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丁泽辉穿着围裙突然从厨房走了出来，看到我时也不惊讶。你要一起吃吗？我今天烧的菜不辣。苏雅观察着我的脸色解释道，我这2天身体难受，
泽辉就说他来照顾我。我低下头，看他穿的是我的拖鞋。客厅里我的东西都被放在角落，丁泽辉的东西被整整齐齐放在了柜子上。我的东西没地方放，就暂时放你的位置了。丁泽辉笑意怎么也隐藏不住。你不会介意吧？出乎意料的是，苏雅率先开口：谁让你动玉峰的东西？突如其来的话让丁泽辉脸上有些挂不住了。明明是你同意的，现在我不同意了。他彻底愣了，随后愤然大吼：行啊，苏雅你有种，到时候你别回头求我。他走了，苏雅也没回头。不去追吗？拿到了证件，我站在门外看着始终跟在我身后的他。玉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当我再追你一次行不行？我发誓再也不会见丁泽辉了，他的联系方式我也会删掉。他那样卑微，扯住我的手，也许是预料了我会离开，怎么也不放手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彻底失去了耐心。这种粉饰太平的假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苏雅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当年你和我在一起，不过是和丁泽辉打的赌罢了。他彻底僵住了，手不自觉松开。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不对？你可别把自己也骗了过去。3年前是苏雅主动接近我的，那时的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，和我这种人原本不会有交集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苏雅穿了件吊带裙走到我面前：同学，可以借你的饭卡吗？我忘记带了。我愣愣看着他，点了下头。没想到他很快端着餐盘坐在我旁边。谢谢，你真是好人。那餐饭是什么滋味我早就忘了，只记得苏雅身上传来的阵阵香味和她的笑声。她说我是个有趣的人，想和我做个朋友。不是没心动，被巨大喜悦冲昏头脑的我忽视了她眼底的窃喜。后来她总是时不时出现在我身边，我们变得越来越熟悉。终于某日，我忍不住告白了。奇怪的是，他答应了，却不太高兴。但那时的我什么都没发现。直到后来的某天，我在厕所听到了丁泽辉和其他人的对话。苏雅怎么和那个姓姜的在一起了？丁泽辉笑得很猖狂，他和我打了个赌罢了。放心吧，过段时间他们就分手了。不记得那天我是怎么走回去的。挣扎了许久，我选择没说出来。说不定呢，说不定他会爱上我。没想到还是我天真了。第2天，准备登机的我给苏雅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祝你过得幸福，忘记我吧。他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，我挂断后将手机关机。昨晚的他不断向我道歉，祈求着能原谅他，哭到后面甚至开始抽搐。我只是默默拍着他的背，直到他平静下来后才开口：我们早就该结束了，不是吗？当时的他没再说话，我明白他快要解脱了。窗外是碧蓝的天，我不由得扬起笑容。这次我终于能为自己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